知，你仍在温柔等着，来献上承受。那时候遇到宋恩传道嘛，他就是很这个淡如水，他的个性很怎么说呢？就是就像水跟空气一样，就是好像在那里，你又很重要，但是你又不感觉他很抢眼啊，他不是那种一下会吸引人注意的那样的人哈。我记得有一次哦，我在安静的时候，我听到心里就是有时看到那个宋恩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声音就对我说，就好像就看到那个上一个那个不适合，他不是说不是他吗？然后看到宋恩呢，他心里有一个声音也出来了，他就说，就是用英文他就是怎么说？他说 ，This is the one who wouldn't mind his wife shine， 就是用中文讲说，他是一个不会介意另外一半发光的那一位。那我心里就想，哦，那很好啊，恭喜恭喜，那关我什么事呢？对，因为我就觉得我们是朋友嘛，他就是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过太多，就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我也不想做师母啊，啊，咱们只是朋友嘛。那他这很好啊哈。可我几年下来哈，回头常常去咀嚼这句话，我就觉得越咀嚼越有意思。为什么圣灵对宋恩有这样的一个评价呢？我相信这个评价就是去表达出了他的这个个性是很谦卑柔和的啊。很多人其实不能接受他的太太，他的另外一半比他自己要怎么说显眼啊，那个抢眼球啊，比较个性比较这个就是比较突出，比较特殊吧。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比较是抢闪光spotlight 有闪光灯聚焦的那一位，是不是这样子？我觉得神在那个时候悄悄的告诉我说，他心中他看见这个是适合的点，只是那个时候我不明白，我只是觉得哦，我听到了，但我不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回头咀嚼越有意思。那后来你怎么样真的觉得这就是神给你预备的那一半呢？我觉得可能要从我们办画展那一段开始吧。哦，刚好在我们圣经儿童夏令会之后，因为我不是说我刚刚结束了一场忧郁症风暴嘛，那为了要就说治疗我自己这个情况，我就开始画画，应该是说把画画捡回来画哈，以前就画画了，但是很久没画了。那经过这个半年1年，就累积了不少画，然后那一阵子也接受了一对牧者夫妇的辅导啊，就是吕代豪牧师，特别是吕代豪师母，给我很多的帮助哈。那时候就一方面呢，也是想感恩回馈啊，一方面也是给我这阵子的这个画画做一个完整的总结吧。我就想要办一个画展嘛哈，然后一方面做个义卖，然后把这个义卖就是捐给基金会，中国事工的服侍中国人在大陆的一个基金会是他们成立的，所以我就想要透过这个方式来感恩啊。然后但是我有这个想法哈，但是呢这个实践力，这个理想很美哈，实践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但是宋恩就把握了这个机会哈。老公接着说，那时候我就是纯粹站在一个朋友去支持他去完成这个画展，所以我就是很多人男生都是送巧克力啊，送鲜花啊，然后甚至买画啊，那我就是帮助他把那个之前去布置场地啊，然后跟他一起，我记得熬了2个夜的晚上，每天晚上熬到3、4点去弄所有的其他东西。后来也问他说，那有没有人帮你把这个画展完以后把这些画再回去回你家呢？没有人。他就说我说那我去借车，跟教会借车来帮你把它载回家。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办这个开幕式的时候有没有人帮你订点心啊？我们教会常常知道去哪里订又好吃又便宜的点心，就帮他去做这些看似打杂跑腿的事情。甚至做到后来，虽然在这个画展的
好像1个礼拜之前，他开始1个礼拜前，突然打电话问我说，我可不可以成为他的主持人？因为他原本请他教会的一个人姐妹做主持人，就临时爽约了，他找不到主持人。那我就本来想，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画展这个主持，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为了支持朋友的画展能够尽量能够做到好，我就也是就赶鸭子上架，也就硬着头皮就上了。所以我觉得这些过程当中，就是去因为这个画展就创造了我们更多在一起合作的机会，也透过这合作可以彼此更多的认识，然后来配搭。我就发现说，他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那我是一个非常紧密、思想非常比较细的人，然后注意到一些小细节，然后去帮助大家去规划好这个画展的前中后，然后呢，甚至后面也成为主持人等等，然后帮大家接待各个来嘉宾，包括那些我的竞争者啊，所以就看到这些过程当中，我觉得上帝就让我去有一个去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我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不是只是一开始觉得对他有好感，我开始了解说他对服饰的一个看法，或是他对透过这义卖去支持宣教的往中国宣教机构的这样一份心意，我就觉得蛮难得的，因为很多人不一定会愿意这样去做。那而且是透过这一个非常创意的方式，就是透过办画展义卖的方式。那这是我从来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我觉得也开拓我的视野。所以我就是带着一个这样学习，认识他，也认识他的生活圈，也认识他想要去做服饰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慢慢去就是进入到他的这一个生活圈里面。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路径呢，我觉得两个人相处下来没有那种压力，也不会有一开始男女朋友热恋期完后就有摩擦，因为我们就是互相都是支持对方当朋友，然后一起去完成一些共同的目标。那这个画展而且它是连办2个，它连续1个月连办2场画展。那这样的这个月当中，我觉得两个人的关系，我觉得是在一个正轨上面去发展的。那对未来，我们后来，比如说我们要开始讨论怎么结婚的时候，我们也是就已经有合作过经验，就是把事情都拿出来好好开始谈，一个个去解决。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之后的铺垫铺陈，让对我们后面的不管是交友、恋爱，甚至步入婚姻，都有非常好的帮助。真的发现这个神的安排最奇妙，神应该是你们这个夫妻2人的一个介绍人吧，我们可以这么讲他用的方法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而且呢是慢慢的来告诉对方你应该注意他是什么优点不像我们朋友之间，可能比如说我是雪伦师母的闺蜜，我就会说，哎呀，这个男孩子，你看他个头怎么样，真棒他长得真帅所以你应该去爱他，或者说，他们家很有钱，他们家这个将来一定给你在经济上有极大的支持是富豪家庭，所以你应该嫁给他这是人出的这些主意。但是神不是这样，神给雪伦师母呢，他悄悄地告诉雪伦师母，就是说这位男士将来可能是你的另一半，但是他绝对不会因你有闪光之处而感觉到不舒服。那很多的丈夫，很多的这个做先生的，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妻子能够出头或者是说能够在某些方面超过他们。其实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不光是做夫妻，可能朋友也会这样，甚至连闺蜜你最好的人，他最好的这种伴侣都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嫉妒的心态。但是这个神特别的告诉雪伦师母，你是一个如何能够谦卑自己，能够宽容别人，甚至可以让将来你的另一半闪光的人
同时呢，我相信在这个雪伦师母这一边，心里头也应该有自己的那一份感动了哈。就像这个画展看到，牧师啊，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当然那个时候还是传道人啊，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怎么样默默的陪伴你，怎么样不辞辛劳的去为你做点点滴滴的小事，怎么样在你的生活当中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一直是与你同在的这样的一种爱虽然说起来简单纯净如水也像这个不可或缺的空气，但实际上真的是完全可以你们两个人水乳交融的，可以在一起来共同的走未来生活的那个旅程那我相信就接下来有好多的你们生活中再进一步的在恋爱过程当中的小故事那也希望你们可以来继续的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聊，好吗？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